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鹰4》啊。今天我们来玩福建国民政府。我上一次玩还是在几年前，现在内容已经更新了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就再来玩一遍。北伐惨败已过10年，但国民党仍在战斗。汪精卫流亡巴黎，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。宋庆龄坚守福建，带领起义军继续战斗，运筹帷幄之中，随时准备再一次重燃革命之火。实现先总理的自由中国之理想，国民革命究竟是会取得成功，还是会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个粉碎？游戏一开始，我们是在法兰西公社流亡的。至于中国本土，目前名义上都是在大清国的统治之下的，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改变。首先来看一下民族精神，第一个是党的合法性，现在合法性是跌落谷底。纵使我们想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，但若想赢得民心，则首先必须救黎民于水火。要想让全国人民认同政府为正统，靠的不是宣传，而是长期的国家建设和谨慎的施政。同时，许多人认为我党是改头换面的军阀，或者是西方工团主义之鹰犬。第二个是国民革命军起义。自从第一次北伐失败的近10年来，国民革命军已经名存实亡。虽然遭遇挫折，但国民革命军仍未放弃。他们仍然在和德国的傀儡继续战斗。一开始只有一个国策：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后阵地，因为我们玩的是国民党左派啊。1932年上海起义后，溃败的国民革命军残部在此会师，仍然不放弃解放国家的渺茫希望。我们这些年来的日子并不好过，牺牲的同志成千上万，但我们坚持了下来，而敌军的围剿却在一年年逼近我们的腹地。俗话说，新年新气象，中国也快迎来变革了。正如12生肖一样，不停的轮回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建立政府，但通过地下网络也可以获得一些武器。他们最终去找了广州的侨务委员会富商。德国人似乎忘记了过去，在一代人之前的中国，一次类似的铁路事件敲响了一个帝国的丧钟。帝国主义重压下，亲爱的祖国在呻吟，200人遇害，800人受伤。消息每转手一次，伤亡人数似乎就会翻倍。德国顾问故意下令开火的传言不胫而走，但不论事实如何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抗议最初只是针对德国的经济扩张，而现在抗议者已经在要求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，从废除君主制、收回租界、打倒军阀、统一国家到终结资本主义，一应俱全。可抗议者的愿望千万，而国民党绝非唯一能实现这些愿望的势力。立场要温和，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民众。尽管德国离中国相距遥远，但由于经济上和世界各地的紧密联系，德国的经济崩溃迅速影响了中国。目前党内的意见主要分为2派，一派认为应该立刻出击，另一派则认为应该继续等待时机。这一刻终于来了，进攻！一些人认为，为了在战斗后能进行灵活的后勤补给和增援，应该留下一些人打游击。但另外一些人警告说，这一次行动不成功便成仁，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。让这些部队留守会减少我们的力量，但如果此次行动失败，撤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应该把所有精锐全部派出。现在没有任何保存实力的必要，我们要全力以赴。之前我们发动了第一次北伐战争，只是由于德帝国主义的干涉，梦想最终破灭。现在德国的秩序万分危急，敌军乱作一团，正是我们出击的好机会。目的是让国民革命军完全控制华东及沿海地区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第2次北伐和统一国家的梦想。是时候了，复战！复战！那么我们这场仗打的究竟会怎么样呢？就让我们来看一看。
了1936年6月27日，我们的起义大获成功，所有的敌人都被我们消灭了，这是国民革命的第2次机会。如今国民革命军成为华东混战的最后赢家，那么之后我们能否成功2次北伐，击败清政府呢？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说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